有听过台湾宜兰的深沟村吗？这里的地方小农，水稻1年只耕种1期，土地休息的时候，农夫也休息。今天趁他们没有在农忙的时候，我们来找找他们，看看他们的生活吧。现在做的就是比较再生性的农耕法，人力搭配一些辅助的工具，比较常用就田里的太阳能的抽水装置、滴灌的设备，当然还有一些巡田的侦测装置。比较大的气候区是用一个气象站涵盖整个村庄。因为以前在软体工程师做科技的时候，有一个开放原始码的理念，设计可以跟人家共享，你做出来的东西可以再被重复利用，所以我们找的材料就是可以这种修复的特性。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不然我们就是产生很多垃圾。2011年に大きな地震が日本であった時に、あれの何日か後に日本の原子力発電所が爆発しましたね。なんてことになったんだろうなと思う中で、その空気から入った呼吸から入ったものは仕方がないけど、食べ物から入ったものはまだ外に体に出す機能があるので、箱とかあと土の中の微生物がすごく有用だっていうのが分かって、その発酵とか微生物に興味を持ちました。そうやって偶然来たイランの、戦後なんですけど、とっても私に必要な条件が揃っていて、まず水がいいこと、でその次に土がすごくここに住んでいる人たちがとっても面白くて興味深くて、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も興味を持って、だんだん住みたくなりました。拉很多嘞，真的。你看，我们深沟它是水源地，干净的水里面有小鱼小虾，外面很难看到的藻类。我觉得我很幸运，农夫的享受其实是当下的。比如说你做的很累的时候，坐下来，哇有一个清风啊，或者是说刚好有一个燕子这样飞过啊，你觉得这个画面那种灵动，你就会觉得说，好幸福哦，我怎么会在这个画面里面啊？或者是说，在田里面看到一个小生物啊，有时候就是它就会提醒你说，我的存在跟你有那一种心有灵犀的感觉。以往我是依循着所有人的轨迹在生活的时候，我没有发现的事情，包括我今天吃的东西是从哪里来，它种植的方式是什么，它养殖的环境是什么，销售的过程是不是公平的，这以前都没有想过。对，那我就觉得，如果我还是在都市工作，是在关心我所做的事情，我就永远不会涉入这一块。而我们店里面用的食材，我就会去找农夫沟通，需要请人帮忙，我会希望是农民来帮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只是有没有你想做的事而已。所以我相信很多小农到这边来也是想要追寻自己，很多人从这边开始啊。我温泉大哥一定有提到，这边成就50组家庭，从200家开始，这个过程是他的滋养，这边是很初阶的试验所。我种田其实是为了我思考农村的发展的问题。我的博士研究写了11年，我在研究网络时代的地方创新环境。来这边的小农呢，每一个人来自四面八方啊，成长背景都不一样啊，而且他敢放弃主流的价值，内心坚定。这是一个小社会啊，开放的环境非常重要。第一步就是互相尊重啊，自己说了自己做。你如果采取行动了，别人看到你做的事情，他觉得有趣，他就跟了。农民食堂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进行。那我觉得个人力量的释放，连接到开放社区，结合全世界有对这个事情有兴趣的，可以一起投入，不用互相认识，都可以一起成就一件事情。网络时代的人跟人应该怎么相处？我觉得我们在实验这个是人类的新文明的实验。那老生活这边厨房这个空间我们大概都是会以在地的食材分享为主。如果是我们接一些活动，当然就是我们会去找小农，那根据我们对小农的了解，他的专长在哪里，那我们就会做上类似一个 package。那如果是你有自己的活动，那你想利用这个空间，那我们也是可以租借。我还是追求的是我们家餐桌上的食材，大部分是来自自己的。以前的人可能吃到的菜种类可能有几十种或上百种，可是渐渐的一直说，我们都只吃甜的，只吃好吃的，不是应该不同的时间你有不同的菜吗？那为什么你只吃那5种？然后每个都讲高丽菜，但是我每年都还是会种蛮多高丽菜，因为我们家的鸡很爱吃高丽菜。我以前看人家那个养鸡，他就会把高丽菜吊着，然后鸡就很开心的啄啊，可是我后来发现不用啊，就把它丢下去，鸡就
吃光光了啊。觉得我们大概就是会有点跟传统农村完全不一样。我们不希望到农村来的都只有盖豪华别墅，我们希望的他是在地界来这边生活，享受这里的美好。我是一个有环境教育工作经验的农夫，我其实这6、7年在这边就是一直在办各种的体验教育活动。我一直相信说，让更多的人跟着我们站在田里面，从田里面看出去的那个世界。我相信他在之后再看待农产品、农村议题，他脑海中跑出的东西一定是不一样。人跟自然的链接已经透过很有效的分工，分到很远，所以他没有办法理解他今天的行为到底会对环境跟对他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好或坏。把环境保护好，受到利益的人是谁，其实也不容易被界定。可是这个又很明确的是，在像我们在深沟村这边，陈阿公就讲一句话：一片晴朗的好天气，那是撒药的好天气，不敢出来活动。可是现在因为小农多，撒药的田少，空气好很多，健康上的好处可以被认识跟意识到，跟愿意一起来去支持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这件事情的价值。细汉我就出世就伫遮，我现年就是80岁。我这15岁进前这段时间，你种做的是嘛顺延的啦。迄阵是拢无化学的，迄阵讲好后壁落来一段时间，政府才讲当粮食无够，这生活才艰苦，鼓励阮农民，你看电量看会当用个什么办法，来提高咱的产量，而且去增高咱的肥料。应该是下化肥了量调过，好似歹去除种农作物拢发生毛病出来。政府就想要治疗，你好啦，无咱外国都用农药啊。植物的毛病直产生出来，什么菌病啦、豆豆病啦，什么招来安尼就对了。哇，招来，迄种是甲农民说拢一直拢防止农药了。到尾半途比讲你使用的人身体嘛无好，食的人身体嘛无好。我才想讲，可能的啦，对农药的关系伫。我从就想讲，已经到即嘛，迄个时阵呢是牛都真少啊咧。我讲安尼，牛甲食袂了，应该嘛无需要讲产量提高遮悬啦，来食是较安稳的、较健康就较要紧。从我就想讲这农药安来甲减用。其实一段时间，咱会讲跟你讲天数的、天安排啦，安排讲你即阵应该来改善这个种植的方法啦。再等到青松老师，即摆人伊佫嘛会佫带动一寡这新的少年人士，我嘛真满意。我会想的办法啦，就是讲咱就业较技术，把去来种出来，互咱家己食，要是讲消费者食是较安稳、较健康者。因为水咱浸在水头水头你水若莫人拍歹，人水尾人要用的人，会使过用的。我就是农村长大的小孩，我的小时候是没有农药、化肥、除草剂的。可是到大概国小5、6年级开始，就是农药进入农村之后，我爸爸负责拉着那个喷农药的杆子，我们是要在后面拉绳子的，很臭。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可是我后来发现，蝌蚪、青蛙，还有常见的我很喜欢摘的一些草不见了。农村就变得越来越不一样。我对宜兰的感情是非常深的，我觉得怎么变这样，我没有办法接受。然后我曾经以为我无能为力，然后发现有这个选择的时候，我觉得 why not？ 青松大哥很重要，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的关键人物。做一个祝福给我们碎碎念开幕的一个纪念。谢谢。看一下好了。一开始我遭遇的问题就跟那一些小农通通都一样，找不到土地，找不到房子，找不到合适的地主，或者是代工，碾米包装，或者不管就是各式各样的问题。后来我就跟我岳父商量，借了这个地，盖了这一个房子。当时国中俱乐部几乎就是我生活的全部了，那也是我一个农夫生活生涯的起点。在有限的资源之下，我几乎把所有的功能都要在这里完成。就是有一群人，即使没有共同的血缘，没有共同的家乡，但是有一群人在一起，因为一块土地而结缘的时候，这个事情是可以发生的。昨天碎碎念开幕，我想大家可能有感受到，大家回来都有点像自己家里的事情。但是那样子一个情感联系，如果单靠我一个人，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但是
当我如果一直跟土地在一起，我把我跟土地的生活、连结、感触，甚至空间跟那种余裕分享出来的话，大家就会感受到那种，就思思念念，时间到时不时就要来看一下，这不是故乡吗？农村的问题不是只有宜兰这个深沟村的问题，它也是世界各地农村的问题。好，我东西种出来，我过了这个生活，我卖不出去，这是一个产销问题。那股东俱乐部可能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二个阶段，我就开始发现农村后继无人，所以我就开始去想，我是不是让孩子能够来下田，食农教育啊什么这些开始弄。陆陆续续有人对这样的生活有兴趣的时候，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有在一起的感觉？13年台湾的政府农业休耕政策转变，人越来越多，可能到了100-200户之后，我才开始认真去想说，那如果这些人都走到这个路上面了，然后大家的梦想虽然各不相同，但是过一样的生活，我们还能够怎么样一起过更好的生活？现在大家就把自己的才能拿出来，像猫小姐食堂、小间蔬菜，然后田文社、米米之音、近年这样的科技农夫，到后来的美容厨房，200载之后，我们一直到曼岛生活公司开始承接活动，然后甚至到昨天的碎碎念，正是把食农跟城乡大家彼此互相不理解跟误解，甚至是说走不通的那一里路，就把它打通。未来会怎么走？老实说，我还是没有什么答案。可是我就觉得说，至少大家在心里头很笃定，是这事情是为了我自己做，我这条路是为了我自己走，我就是为了我自己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我是不是可以有一条路是可以走，甚至先求生计的一个基础。我常常想，股东俱乐部起步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是：如果有一种生活方式是可以生活的分享，能够带来你生计的基础，那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如果可以在深沟开始的话，那就会让都市里很多那种其实是受到生存的压力而造成生命荒芜的这些人，可以有另外一个 alternative。其实田地是不挑种子的，是种子挑田地的。种子要在哪里发芽，是种子自己决定的嘛。就大地后母是广纳乾坤的啦。我觉得深沟它有开放有包容，然后可以让所有生命在这里找到安歇的一个所在。我觉得我能够有这个机会目睹参与这一切的变化，我觉得生命是值得的。这一个地方就是直接把阶级制度先打平，直接大家就是开始交流，就是一块土壤的感觉，大家掉下来在这里长，当然会有一些植物的群落嘛，那就看哪一个性质的哪一些科目的，他们比较不会互相排斥，就自然会形成那个群落。像我们这种微生物就在这里共生这样子。以前上班族，你难免就会被你的工作的目标，会付出你的该休息的时间，你该有的家庭的生活，还有你的健康。我觉得我也很典型，好，就是每天生活得很忙碌，但是呢，确实很茫然。相对来讲，现在我觉得我的生活比较能够享受到自在，然后比较能够聆听到外面环境啊，比如说现在的鸟啊、风啊，还有水啊，你也会听到自己的那个内在这样子。最大感受是我觉得我比较健康，我比较自由，比较能够去同理。关怀周遭的人，比较可以理解大自然跟我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那些都很重要。就是在都市上班的时候，在物质上，你知道我从来不缺，我想要去旅行就去旅行，要卖什么就卖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就是从来都不需要去担心那一块。那现在的那个随心所欲是比较真的是时间上跟精神上。我以前是一个很幸运的一个上班族，然后我现在是一个很幸福的农夫。你在台北的生活呢，都是想要。可是你在宜兰，我们现在的生活只有需要。小农都是已经在天龙国打滚过之后，都知道历尽沧桑后怎么样子回归最初才是他们最需要的。现在我的快乐不是我去哪里买什么，现在我的快乐是我们家小鸡又孵出来了，而且是自己的母鸡生的，孵蛋鸡孵出来，你甚至要帮它破壳。就它啄，都啄不出来，所以你就帮它敲，然后来，看它自己挣扎出来，说好棒！对啊，所以其实快乐已经是很不一样了。